我和妹妹是双胞胎，从出生起，我们便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。20岁这年，我终于等到了做移植手术的机会，可妹妹却颐指气使的让我把这次机会让给她。我笑着同意了。她不知道，捐献心脏的是富豪林立，1个月前刚被查出患了癌症，而妹妹的身体就是她重生的容器。第1章，爸，让姐姐再等等吧，我想再做一次移植手术。病房内，妹妹轻晃着爸爸的胳膊，双眼亮亮地盯着他。爸爸先是疼爱地抚摸了下她的头，接着叹了口气：“可你姐姐怎么办？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，医生说她再等下去恐怕会有风险。”妹妹不屑地嗤了一声：“能有什么风险？她身体好着呢。”说着，她又捂着胸口装可怜道：“爸，自从做完手术，我总是觉得不舒服。”说着就捂着胸口咳起来。爸爸顿时慌了，他一边给妹妹顺气，一边向她承诺道：“好好好，爸爸一会就和你姐姐说。”此时，妹妹得意地冲着门口挑了下眉，我知道她在炫耀。我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，妹妹继续捂着心口做虚弱状。爸爸手足无措地站起身，瑶瑶，快躺下，医生一会就来给你做术前检查。听到爸爸提起手术，妹妹对我翻了个白眼，她悄悄扯了扯爸爸的衣服，示意他赶紧开口。爸爸踌躇着看向我，许久还是沉默。见状，妹妹瞬间换了神色，她高傲地抬起下巴：“哎，这次的心脏移植手术先让我做，你等下次。”我心底里冷笑一声，我在他那里甚至连名字都不配拥有。见我愣在当场，爸爸面上露出几分不忍，他安抚我道：“瑶瑶，月月上次动完手术，一直不太舒服，这次你先让给他，爸爸再给你找匹配的心脏。”他越说越小声，直至有些心虚地低下头。哈，他说的轻松，这次的配型，我等了足足20年。1年前，我和妹妹都配型成功，爸爸激动地为妹妹准备手术事宜，唯独忘了我也需要这次的手术机会。从小爸爸就偏爱妹妹，妹妹活泼爱撒娇，我却是个闷葫芦，在这个家中我就是个隐形人。上次妹妹做完手术，爸妈欢欣鼓舞地请了亲戚庆祝妹妹终于痊愈了。我坐在房间内的地板上，听着客厅中传来的说笑声，红了眼眶。妹妹是痊愈了，可我呢？我就不是他们的女儿吗？在我和妹妹收到同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这个暑假，3天前配型成功的消息传来，我一度觉得像在做梦，终于我也可以拥有正常的人生了。可今天，本该在老家的妹妹却突然出现在省医院内，开口就是要夺走我这次的手术机会。哎，又成哑巴了，爸给你说话呢。妹妹一脸不耐烦地瞪向我。月月，你先出去，我和你姐好好说说。爸爸给她递了个神色，随后又小心翼翼地拉着我坐下。哼，妹妹嘟着个嘴，一脸不悦地准备出去。瑶瑶啊，你看，你妹妹自从动完手术后，3天2头都不舒服，你身体情况一直挺稳定的，这次就先让给你妹妹吧。爸爸看似是在商量，其实是在给我通知。听到这，妹妹的脚步停下，侧着身子，充满期待地看向我。可我也需要这个机会，我刚开口，妹妹就扭曲着脸，猛地转身指责我：“爸，你看她多自私，不想让给我。”爸爸面色不悦地看向我，我抬起头，话锋一转：“可妹妹比我更需要，爸，你赶紧领着妹妹去找医生做配型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妹妹就迫不及待地拉着爸爸去找医生了。看着她欢快的步伐，我笑了。她还不知道吧？这次的捐献者可是想要她的命呢。第2章。3天前初次见到林丽时，她躺在病床上头，垂在一侧。等我走近，她伸出手一把拽住我的胳膊，力气大得吓人。随后她撑着身子仔细打量着我，眼睛莫名的有些贪婪。许久，她满意的松开手，嘴里含糊的咕哝了几个词：“不错，等我的心脏移植过去，我就可以拥有新的人生了。”一瞬间，我头皮发麻。这时，她身旁的一位年轻女子笑着打断了她：“别介意哈，我妈时间不多了。她想表达的是能拯救一个鲜活的生命，她很开心。”我暂且按下心中的疑虑，笑着回应了她。等离开后，想起她贪婪的眼神，我仍不寒而栗。于是我开始搜索林丽的资料。突然，一条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位名叫张某某的网友在一篇探讨人如何可以不死的博文下评论道：“古时候有一种秘术，把将死之人的心脏换到健康的身体里，通过特殊的法子可以夺取意识，实现重生。
有根线在大脑弹开，我快速搜索着林丽的往事，发现林丽的成功并非偶然。她20岁时继承了一笔大额遗产，而且年轻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也曾做过心脏移植手术。信息一点点充斥在我的脑海，我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：林丽该不会是想用我的身体作为容器，实现自己的长生不老吧？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猜测，下午，林丽的女儿带着个文件，笑眯眯地找到了我。瑶瑶，我妈情况很不好，医生估计她没几天时间了。之前她和我们提过，心脏移植给谁，就把名下的财产送给谁，所以这是财产继承协议。你看看，她的话在我脑中轰得炸开，果然，她是想夺取我的身体。我立刻把合同塞回去，颤抖着声音说道：“我感觉我情况挺稳定的，不是那么着急。要不把这宝贵的机会让给别人吧，肯定还有配型成功的。”他眸中闪过狠厉的神色，不容拒绝地握住我的手：“你是我妈挑中的人，这个你拿着。还是算了吧。”“什么算了？你脑子被驴踢了！”爸爸突然冲过来，把合同紧紧塞进怀里。他先是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接着转过头，满脸堆笑道：“太谢谢了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您别当真。”林丽女儿大方地笑了，她和爸爸寒暄几句后就走了。等他走远后，爸爸小心翼翼地把合同放进随身携带的包里，咧着嘴走了。当天晚上，我一直在想，怎么可以放弃这次的机会。没想到第二日，妹妹就出现在了我面前，颐指气使地抢这次机会。等妹妹亲密地挽着爸爸的手腕回来时，她对着我猖狂地炫耀道：“我的配型也通过了，林丽的心脏是我的。”我一脸伤心地跑出病房，门外我勾唇轻笑：“肯定是你的呀，送死的事情，姐姐怎么会和你抢呢？”第3章，爸，林丽大概有多少资产啊？病房内妹妹小声地询问。爸爸难掩激动地悄悄压低嗓音：“他在文豪集团的股份有不少，市里面还有几套房产。”“真的呀？还是老爸好，特地把我从老家叫来，要不然这大便宜全让我姐占了。”妹妹讨好地恭维着爸爸。爸爸满是爱意地看着妹妹的笑脸：“谁让你从小就招人疼呢？这一大笔钱给你姐姐，我还真不放心。这么些年，她和我说不了几句话，不像这个家的人。”听到这里，妹妹自信地笑了，随后又装作为难的样子叹了口气：“可这个继承合同还是姐姐的名字，林丽那边还不知道我也配型成功了呢。”对着妹妹的目光，爸爸也犯了难。在他俩愁眉不展时，我走进屋冷声道：“这还不简单，去找林丽说明白不就行了？”见我脸上带有怒气，爸爸慌张地站起身，讪笑道：“瑶瑶回来了，刚才月月还和我说呢，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是说怎么从我手里夺走林丽这个香饽饽吧？”我斜了一眼旁边脸涨得通红的妹妹，爸爸脸瞬间成了猪肝色，嗫嚅着双唇说不出话。妹妹则直接站起身，厉声指责我：“陈瑶，你怎么和爸爸说话呢？爸爸的贴心闺女不是只有你一个吗？少废话，想换名字，现在就走。”我快步走出病房，房间内的父女二人愣了一下，也快步跟上来。VIP 病房内，林丽女儿林萍见到我们有些诧异，她不动声色地把我们带到走廊里，问有什么事。不等爸爸开口，妹妹泪眼盈盈地哭了起来。她可怜兮兮地开口道：“我也有心脏病，比姐姐严重多了。”林萍眯起眼睛，不明所以地看向爸爸：“这是瑶瑶的妹妹，她俩是双胞胎。昨天月月和你母亲也配型成功了，我们想着把瑶瑶换成月月，毕竟她的情况要比瑶瑶严重。”林萍打量着妹妹，眸中闪过金光，妹妹不由得瑟缩了下。“跟我进去。”她对着妹妹说道。等妹妹再出来时，她兴奋地扑进爸爸怀里，把手中的合同递给他。看着走廊上兴奋的二人，我默默离开了。鱼已经上钩了，接下来就看林丽的了。第4章。1周后，林丽的病房内传来哭泣声，同时医生焦急地让妹妹准备手术。妹妹带着憧憬被推进了手术室，进去前一秒，她无辜又得意地对我眨眨眼睛：“姐姐，不好意思了。”我在她耳边轻笑道：“就这么喜欢抢东西啊？这次只能祝你好运喽。”“什么意思？陈瑶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”妹妹瞪大了眼睛，巨大的不安感让她焦急起来。我没理她，亲眼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。我想，里面的林丽已经迫不及待了吧。3小时后，爸爸逐渐开始焦躁，
他不停地踱步，怎么还没好？上次这个时间都结束了。这时，进来了几个行色匆匆手握行李箱的男人，他们一言不发地推开了手术室的门。哎，这是什么人？怎么进手术室了？爸爸在一旁大声质问道。自然没有人回答他，察觉到不对，他试图去推手术室的门，可刚走近就被一旁的护士大声制止。他不甘地转身离开，眼睛却一直瞟向手术室。在他又鬼鬼祟祟地走到门口时，吱呀一声，门打开了。妹妹率先被推了出来，她双眼紧闭，面色苍白。爸爸一脸心疼地询问医生手术情况。手术很成功，不过还是要继续观察。听到医生的话，爸爸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他小心翼翼地推着妹妹回了病房。我并没有跟上前，我有些好奇手术室的情况。我刚往手术室探了个脑袋，爸爸就转过头吼道：“还不快来看着你妹妹，她现在可是咱家的香饽饽。”我收回目光，快步跟上。一路上，爸爸絮絮叨叨照顾妹妹的注意事项，全然忘了我也是病人。这次的手术机会原本该是我的。爸爸，我怎么办呀？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最近不太好。我一脸担忧地看向爸爸。那个，别着急，爸爸给你留意着呢。不过最近咱得先照顾你妹妹，爸还指望她醒来继承遗产呢。爸爸随口敷衍了我几句，又把话题扯回妹妹身上。见爸爸如今一门心思扑到妹妹身上，我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心里笑道：“爸爸呀，你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了。”回到病房后，爸爸足足守了妹妹一夜。第二日清晨，妹妹悠悠地睁开了眼睛。爸，听到妹妹在喊他，原本昏昏欲睡的爸爸瞬间弹起来。他仔细观察着妹妹，发现她除了意识有些不清醒，其他并无问题后，放心地长吐一口气。瑶瑶，你看着你妹妹，爸去找林平问问继承遗产的事。说罢，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了。我坐在一旁看书，妹妹就躺在病床上得意地朝我笑。见我不理她，她瞥了一眼门口，对着我装可怜道：“姐姐，我知道你生我的气，可我让你帮我翻个身你都不愿意，还骂我，我是真不舒服才让你帮我的。”说完，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。看完这场劣质表演，我选择无视她，低下头接着看书。这时，一双大手猛地夺走我手中的书，耳边响起爸爸的怒吼声：“就知道看这个破书，你妹妹让你帮她翻了身，你都不愿意。要是你妹妹的身体有个好歹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赶紧去买饭，我在这守着月月。”她烦躁地对我摆了摆手。我低眉顺眼地站起身往门外走去，妹妹不屑地瞪了我一眼，接着向爸爸撒娇道：“爸，我感觉好多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恢复。”爸爸听到这话，脸色柔和了不少，他低声叮嘱道：“月月，林婷说了，等你出院就去办手续，把市区的房子都过户到你的名下，你可一定要快点养好身体啊。”对着爸爸期待的目光，妹妹重重点了点头。第5章。自那之后，妹妹便以捉弄我为乐。她今天要吃市中心的海鲜，明天要喝市南边的鸽子汤，偏偏位置都特别偏僻。短短1星期的时间，我几乎逛遍了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期间，只要我露出一丁点不情愿来，她就掉眼泪，虚弱地捂着胸口说：“算了，太折腾了，姐姐不愿意，我也理解。”每当这时，爸爸就会吹胡子瞪眼地指责我：“这么点事你都不能满足月月，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吃的。”爸爸本来就偏疼妹妹，更何况得到了妹妹病愈后就可以继承巨额财产的承诺。如今的爸爸恨不得把妹妹供起来，哪里会让她皱下眉？无奈，我只好顶着炎炎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，只为妹妹品尝一口我带回的饭菜。这期间，我不止一次地感觉到呼吸急促，心脏骤疼。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了。我试图告诉爸爸，可我刚开口，爸爸就疯狂指责我：“别来这一套！我知道你就是想偷懒，耽误了你妹妹继承财产的大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胡乱吞下一大堆药，匆匆赶往20公里外的郊区。妹妹今天要吃现摘的草莓。在我进着旱摘草莓时，突然接到了爸爸的电话：“瑶瑶，快回来，你妹妹突然昏迷了。”坐在回去的公交上，微风拂起我额前的头发，我轻轻闭眼，感受着久违的凉意。林丽，是你回来了，对吗？等我赶到医院时，妹妹已经被紧急转进了病重监护室。爸爸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神情恍惚，他一直重复着一句话：“没
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手提着一篮子草莓，仓皇无措地站在他身边。不知是不是他太过烦躁，他一把扯过我手提着的篮子，直接扔在走廊上。你妹妹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情去摘草莓？我一个没站稳，重重摔在了地上，顿时我感觉天旋地转。几秒后，我直直躺在地上，失去了意识。第6章。等我再醒来时，爸爸坐在一旁，双眼通红。见我睁开眼睛，他兴奋地小跑着去喊医生。在医生替我检查时，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医生的神色，生怕我有什么闪失。等医生检查完，告诉他我并无大碍后，他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。送医生离开后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满脸心疼道：“瑶瑶啊，最近是爸爸忽略你了。医生说你再不进行心脏移植手术，会有生命危险。你放心，爸爸一定给你找到合适的配型。这几天你先安心住在这。”看着他对我嘘寒问暖的样子，十足的好爸爸模样。可我只觉得不对劲，前几天他对我的厌烦，随意打骂还历历在目。我不相信短短几天他就变了一个人。对了，这段时间他不应该守在妹妹这个大财主身边吗？想到这，我艰难地张了张嘴：“妹妹怎么样了？”他以为我是担心妹妹，忙安慰我：“别担心，你妹妹没事，已经醒了。医生说是手术后的并发症，过段时间就好。”我侧过了头，默默猜测，看样子林丽是成功了。见我一脸伤心样，爸爸握紧我的手，保证道：“放心，瑶瑶，爸爸一定会为你找到合适的配型。”我自嘲地笑了，合适的配型，我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可惜妹妹的一句不舒服，我就要拱手相让等了20年的机会。爸爸被我的目光盯得有些心虚，他留下一句“我先去看看月月”后，就匆匆离开了。看呀，不管何时，我始终都是被抛下的那一个。自上次不欢而散后，一连几天，爸爸都没有出现，我只能强忍着不舒服，天旋地转的去买饭。这天，我没有忍住，偷偷跑去了监护室。我晕倒之前，妹妹就面无血色地躺在里面。我趴在窗户上，仔细寻找着妹妹的身影，可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妹妹。当我转身离开时，却听见隔壁病房传来妹妹兴奋的喊叫声。我好奇地透过半掩着的门向屋内看去，只见爸爸细心地点燃生日蜡烛，满脸慈爱地看向妹妹。妹妹头戴生日快乐的帽子，正闭着眼，一脸恬静地在许愿。而她面前支起一个小桌子，上面摆着一个粉色的生日蛋糕。等妹妹睁开眼睛，爸爸从背后掏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。下一秒，妹妹兴奋地搂住爸爸的脖子，爸爸宠溺地让她拆开。没有人注意到，门外我抱着双腿蹲在地上，伴着屋内的欢声笑语，许了今年的生日愿望。是呀，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呢。等我离开时，我捂着我的心，感到有些陌生。怎么会疼呢？明明我的心脏自那次后从未疼过，不是吗？自那天我回到病房，我的意识就消沉下去了，每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有时我混混沌沌地想，就这样睡着，貌似也不错，毕竟我真的累了。可就在我心灰意冷之际，爸爸于一个清早出现在了我面前。见我无力地躺着，他懊悔地用手砸自己的脑袋：“对不起，瑶瑶，爸爸这几天太忙了，没顾上你。”我不禁想笑，可身体实在虚弱，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让我咳个不停。护士慌忙跑过来给我顺气，他一边熟练地拍打我，一边数落爸爸：“不是我说你，孩子都这样了，你这当爸爸的好几天面都不露。”爸爸忙不停道歉，是我没顾上孩子，可我实在是有事。这几天我给孩子找合适的配型去了，终于在省外的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，今天就带孩子办转院手续。护士小姑娘一愣，细看了一下爸爸，他确实满脸倦色，衣服也没来得及换，一看就是风尘仆仆的模样。他瞬间缓和了语气：“那好，我赶紧去找医生帮你们办手续。”第7章。护士一路小跑着去找医生，爸爸则快速地收拾起东西。我被他的这一系列动作整得有些发懵。他拽着我起来时，我懵懵地问道：“你说找到了合适的配型？”“对，快点呀，时间来不及了。”他焦急地催促着我。等我坐在车上时，仍觉得有些不真实，我忍不住试探着问爸爸：“爸，转去哪个医院啊？”他的心明显不在这上面，他不耐烦地说了句：“到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然后他指挥着司机七拐八拐，1个小时后，车停了。我昏昏沉沉的脑袋一下清醒了，不是说去外省的医院吗？怎么车只开了1个小时就停了？我疑惑地看向爸爸，他却率先下车，然后打开另一侧车门，几乎是钳制着我下了车。霎时一切都在我眼前转起来，等我站定回了回神，才发现面前是一幢2层别墅。我惊慌失措地看向爸爸，他紧紧攥住我的手腕，生怕我跑了，一言不发地拽着我向别墅内走去。此时我心中涌出巨大的不安感，我拼命想挣开爸爸的束缚，可他把我的手箍得很紧，我挣脱不掉。我只好努力拖延时间，故作镇定地对他说：“爸，我想起来有个东西掉车上了，你先松开我，我去拿。”此刻爸爸也不装了，他转过脸阴邪地笑了：“进去吧你。”他抬手猛地把我推进去，我一个没站稳，摔在地上。霎时，剧烈的耳鸣声震得我头痛欲裂。房间内一片漆黑，我摸索着慢慢站起来。啪！房间内的灯被打开了，我被闪得急忙捂住眼睛。不等我反应过来，爸爸就拿着绳子逼近我了。我想逃，却发现身在一处封闭的房间内，房间很大，最中间的地方摆着什么东西，用一块红布盖着，十分诡异。爸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满脸惊恐地看向爸爸，他大力地把我拖到一侧，用绳子反绑住我的双手。他不理会我的尖声质问，一脸虔诚地走到中间，掀开红布，竟然是一个类似于祭坛的坑，周围摆着各类黄色的符纸，最中间是一个黑色皮箱。我猛然意识到，这个箱子和妹妹做手术时那群黑色西装男人拎的是一种。爸爸走下去，把符纸一一排好，等仅能容一人躺下时，他回过头冲我阴恻恻地笑了。我转身向门口跑去，可双手被反绑着，又惊吓过度，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几步，就倒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爸爸见我倒下了，轻轻吐出一句：“没用。”他半拖半拽地带我来到坑边，手一松，我就掉了进去。爸，怎么样了？门忽然被打开了，我抬头看去，竟然是妹妹带着笑意走了进来。第8章，姐姐，好久不见。她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陈月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吼道。干什么？她慢慢蹲下，随手拿起一旁的黑色箱子，语气轻蔑：“当然是要你的命了。姐姐，其实你一直都知道吧？当初林丽捐献心脏，其实是想夺人性命。”她轻飘飘地说道。见她狠毒的目光在我脸上来回打量，我摊了摊手。可是这个机会是你自己主动求着我让你给的，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。她猛地尖叫一声，然后又像盯着猎物般志在必得地笑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当初刚做完手术，林丽确实是想夺取我的意识，所以我昏迷了。可我醒来时，却发现她并没有成功，反而仅剩一点微弱的意识存在于我的身体中。见我一脸震惊地盯着她，她随手甩出一个符纸，扔在我身上，目光贪婪。林丽知道自己夺取失败，便和我做了一笔交易，我帮她找到新的容器，她把财产分我一半。所以你就让爸爸把我骗来了？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我捂着心脏，一脸受伤地问他。没错，要是没有你，爸爸就只会对我一个人好，凭什么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要分给你？他大声吼叫着，宣泄着自己这么多些年的不满。可爸爸一直偏疼你啊，我不理解他恨我的点。可只要有你在，爸爸总会关注你。下一秒，妹妹狰狞的脸上露出渗人的微笑。这下好了，你要死了，等再睁开眼，你就是林丽了，我的好姐姐。她打开黑色箱子，拿出里面的尖刀。这时爸爸也凑过来，他看向妹妹，语气里的兴奋按耐不住。只要你和他换了心脏，林丽就能活是吧？妹妹自信地点了点头，继续怂恿道：只要林丽活了，她的房产就归我们所有。爸，你别信他，之前不是已经签了协议吗？妹妹出院后就可以继承林丽的财产，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？听到这里，爸爸有些狐疑地盯着妹妹，妹妹笑了。爸，你以为林丽没有想过后招吗？她的财产目前全都由女儿林婷掌管，林丽不活，我们1分钱也拿不到。所以今天她必须死。妹妹眼神狠厉地指着我，几乎没有犹豫。爸爸扭曲着脸，从怀里掏出绳子，把我双脚也绑上。他像拎着小鸡仔般努力控制着我站起来，可我还是双腿颤抖，瘫坐在地上。哼，没用。妹妹嗤笑了一声，拿起剪刀缓缓走向我。
在刀尖对准我心脏时，他手微微颤抖，脸上有大颗的冷汗流下。他举着刀，迟迟不敢刺进我的心窝。见他害怕了，爸爸焦急地在我耳边喊：日月，快呀，过了12点，这一切都白费了。我知道，可妹妹深呼了口气，眼神坚定地举起刀，可对着我的眼睛，她又下意识移开，她犹豫了。见状，我出言嘲讽：怎么，害怕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她牙咬得咯咯响，可举起刀她就退缩。无用，我吐出2个字。她被我激恼了，抬手就想打我，可下一秒，她手捂向自己的嘴，眼前大片的血珠喷洒出来。不知何时，反绑着我手的绳子不见了。我举起手握紧她的手腕，猛地刺向自己。我头发凌乱，眼神狠厉，胸前不断向外冒着血滴，手中握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，举到她面前。我扯了下嘴，想要是吗？我给你。第9章。妹妹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到了，她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没忍住蹲在一旁干呕起来。爸爸也被吓得连连后退，他抖着声音不可置信地问我：你究竟是谁？我的心口还在往外冒着血，我一步步走近他们，声音仿佛来自地狱。我是谁？我当然是您的女儿陈瑶了。不，你不是，你是个怪物！他疯狂地跑向门口，可不管他怎么拽门把手，门都纹丝不动。我的声音越来越近：爸，你为了防止我逃跑，专门让人把门反锁了，你忘了？瑶瑶，你放过爸爸，都是你妹妹的主意，不关我的事。她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不住地向我求饶道。我有些嫌弃地看了一眼她的身子，用手轻轻捂住鼻子。算了，这么个软蛋，不值当我对付她。我把目光投向窝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妹妹，她到嘴硬，虽然害怕，但还是恶毒地咒骂我：你个怪物，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我捏着她的下巴环视了一圈：好妹妹，杀了你，林丽怎么复活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林丽不是夺取失败了吗？她瞪大了眼睛，充满着不解。见她到死还不明白，我索性坐在了她身边。林丽在你身体里，是不是和你说夺取失败了？如果她复活，只能重新找个配型成功的人充当容器。她下意识点了点头。我笑了：妹妹，如果我说最开始就是为了引你入局呢？他的目标一直都是你，本以为换心后他会夺取成功，没想到你的命格倒是强硬，反而让他仅剩了一缕残魂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让林丽暗示你可以用我的身体来实现他的重生。其实呀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带到这里，因时因日，黄符镇魂，便可夺人心魄，实现重生。说罢，我看向了墙壁四周挂着的时钟，咚巨大的报时声响起。妹妹下意识要逃，我扔出一张黄符，霎时祭坛里的符纸纷纷朝妹妹飞来，她尖叫着乱窜，可符纸紧紧跟着她，没一会，她便被符纸牢牢裹住，最终直直地躺在祭坛中间。间隙，我看向了一旁努力缩着身子的爸爸，忘了，这里还有一个。见我一脸玩味地盯着他，他疯狂求饶道：瑶瑶，怎么说我也把你养大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我点点头，好的爸爸，既然你可以为了财富牺牲掉我的生命，那我就要你的心脏好了。我把手缓缓靠近他的心脏，下一秒，他砰的一声倒在地上，意识消亡之际，他不甘心地问道：你究竟是谁？我呀，一个活了几百年的怪物罢了。第10章。盯着倒在地上的爸爸，我不满地回头催促：好妹妹，别看了，过来搭把手呀。只见妹妹有些嫌恶地扯了扯身上残留的符纸走过来。不是我说，你妹的身体怎么这么别扭呀？还有，喊谁妹妹呢？1个月前你还要喊我林姨呢。是，林姨，咱先把她送医院吧。我踢了踢脚下的爸爸。妹妹也是林丽，无语地看着我。我说，你也这么老了，怎么还不会使用现代工具啊？她得意地晃了晃手中的手机。我叫了救护车。医院内，医生遗憾地安慰我：小姑娘，你父亲已经脑死亡了，我们尽力了。我一脸悲痛地哭倒在走廊的长椅上，林丽也依偎在我身边，捂着脸低声哭泣。我偷偷瞥了一眼，心里默默吐槽，我都看到她止不住上扬的嘴角了。我偷偷扭了她一下，示意她正经点，她捂着脸转向一边干嚎去了。我柔弱地看向医生，爸爸之前向我说过，
如果有一天不幸去世了，要捐献器官，造福社会。您看，医院里有没有心脏病急需做移植手术的病人？”很快，医生带来了好消息，爸爸的心脏和一位年仅20岁的女生匹配成功。我哭着在器官捐献协议上签了字。走出医院后，我和林丽相视一笑，老东西，又剩我们俩了。我和林丽均是不死人。初见她时，我已在人间飘荡了100年。她是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，却被一介穷书生迷了心，抛弃父母与她私奔。可婚后，那书生原形毕露，整日花天酒地，纳了一房又一房的小妾。一次宴会上，当地官员对林丽起了歹念，那书生于当夜用一顶小轿把被绑住手脚的林丽送往官员的府邸。当夜，衣衫凌乱、目光呆滞的林丽便用一把尖刀刺向了自己的心口。可第二天醒来，他却发现自己成了他那薄情的郎君。我就是在这时出现的，告诉他我用了秘术，把他的心与夫君做了交换。从此，我们便四处游荡，遇着负心人便于深夜挖坑。第二日，便顶着他们的皮囊游走于人间。林丽曾问过我为何会懂得换心之法，我笑着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第11章，我叫芸娘，嫁给了只见我一面便求娶的少年将军。婚后，他待我百般呵护，人人称羡，可我却觉得奇怪。我那夫君虽待我如珠似宝，却从未踏进过我的房门。每到深夜，他总是称身子不适卧在书房，可我却不止一次瞧见他进了一间府中常年锁着的屋子。成婚后1个月，他瞒着我往府中领了一位游方道士。既然他瞒着我，那我是如何发现的呢？因为我嗅到了同类的味道。我是拥有换心术的传人，从小跟随爹娘生活在荒漠，那里人烟稀少，适合我们这种人生活。爹娘告诉我最好不要使用换心术，因为贪欲一旦开始，便会永无止境。他们只希望我可以平平淡淡的过一生。可有一天，少年将军来到此地，只见了我一眼，便发誓非我不娶。我红着脸跟他回了京城。第二日，我悄悄跟着他去了那个房间，却发现了他娶我的真正目的。屋内寒气逼人，他与那名道士站在一口冰棺旁。冰棺内躺着一位面无血色的女子，夫君与那道士在低声商议。细细听来，我不禁吓出一身冷汗。道士边用手掐算着边，一脸喜色地看向夫君：“此女的命格与您夫人的命格极为相似，明日子时，阴是阴日，是换心的最佳时辰。明日将此女置于祭坛中，把夫人的心脏放入此女的身体中，用黄符裹住，便可让夫人死而复生。”夫君的眼中闪过喜色，冲着道士点了点头。果真如此，我见芸娘第一眼就知她是复活蓉儿的最佳容器。我踉跄着回了房间，一夜未眠。第二日，夫君罕见地出现在我房内，他握着我的手对我诉说情意。我迎合着他，在他不注意时一刀扎进他的心脏。趁着夜色，我穿着夜行衣溜进了道士的房间。他正在准备符纸，我从背后刺向他。之后，我彻底绝了情爱的心思，以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份游荡于人间，直至遇见了林丽。透过他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不顾父母的劝阻，只身一人跟随负心汉来到中原的自己。于是，在他拿刀刺向自己后，我帮他又活了一次。就这样，100年的时间，我们厌倦了这种生活，便决定各自重新开始新生活。他选择了富足的生活，而我只想拥有平淡的幸福。可惜，他以林丽的身份生活了20年，便患了绝症。我也在平凡的家庭中，长期遭受陈月的嘲讽和爸爸的偏心。就这样，等我再见到他时，林丽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我和他达成了默契，要让林丽夺取陈月的身体。于是，一场针对陈月的阴谋开始了。第12章，最终章。大学教室内，我和林丽一起坐在教室内，安静地听老师讲课。突然，一名脸色有些苍白的女生慢慢挪了过来，她激动地扔给我们一个纸条，上面娟秀的字体写着：“你们是陈强的女儿吗？”陈强，我和林丽彼此疑惑地对视一眼，我猛地想起来，陈强就是陈瑶和陈月的爸爸呀。我冲那名女生点了点头，她难掩激动：“我1个月前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，捐献者就是你们的爸爸，
真是太感谢了。盯着他的笑脸，我想，真好，挽救了一个如此美好的生命。之后，就让我们继续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吧。